法国和葡萄牙海军最近呢都在搞事儿，争着造新船。法国是极尽所能要搞雷达，葡萄牙呢造出了世界上最小的航母。咱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在11月24号，法国军备总局宣布签署3项总价值9亿欧元的海上巡逻舰项目合同。首先是由索卡雷纳、皮里乌和 CMN 3家造船公司组建临时公司集团，他们将负责建造10艘舰艇中的7艘，其中呢，泰雷斯集团将为巡逻舰提供船体声纳、紧凑多用途水面监视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，最后由法国海军负责提供项目管理支持和作战系统。同时，该项目的总体资金将从2024到2030年的法国国防预算中直接提供，预计交付时间为2025年到2030年。其实这个项目呢，并非法国人临时起意，在2020年6月10号，该项目就正式启动了，代号为大洋巡逻舰。第一阶段呢为设计阶段，初步设计研究于2020年10月开始，详细设计研究于今年10月完成。按计划，新的巡逻舰将取代现役的3艘54型巡逻舰和7艘艾斯蒂安多夫级巡逻舰，他们将驻扎在法国本土的布雷斯特、土伦和瑟堡，在威慑行动中作为战舰提供支持，在主权区域内执行护航、撤离公民，保护法国国家利益。这种新的舰艇呢，被称为 PO 巡逻舰，将取代退役的艾斯蒂安多夫级巡逻舰，填补2级军舰的缺口，并增加近海巡逻舰的数量。考虑到这7艘船并未安装重火力武器，所以安排的近海巡逻任务环境相对轻松。全长90米，排水量约为2000吨，最大航速22节，海上最大航程10186公里。海上自持力约为40天，满编人员50人，而且为了救生需求，还可以提供34张额外的床位。同时，为了保证搜救和巡逻任务的高效，舰艇装备了 NS504D 雷达，该雷达探测距离长达180公里，对于软体目标识别也很强势，而且安装了 Blue Watcher 舰体声纳。这一款装备呢，同样安装在法国护卫舰苏库夫号上，是反潜战的利器。其他呢还有战斗管理系统和红外光电系统，在舰艇的前端装备了新型的 T40AA 40毫米舰炮。该舰炮呢是泰雷斯集团和 Nest 系统公司联合开发的一款新型舰炮，配备了独立的火控系统，最大射程4公里，主要用于攻击无人机、导弹和飞机，是其主要的防御手段。此外，舰艇下层还将配备3艘 RHIB 刚性充气艇，一个6米标准的集装箱，一个额外的技术室，尾部是一个直升机停机坪，可以容纳一架中型舰载直升机或者垂直起降无人机。这艘舰船的特点呢，主要是具有可靠的信息处理能力和高效的适航性，并且能够长期部署直升机或无人机。鉴于该舰艇的优秀特性，法军计划呢其服役35年，期间要求每年执行140到220天任务。可以说，法国的领海更加安全，受益于优秀的舰艇，但并非每个国家的船都如此靠谱。几乎在同一时间呢，葡萄牙也签订了一份合同，建造一种多功能的海军平台。大兵在拿到这张概念图的时候呢，第一反应就是葡萄牙准备造航母了吗？这是准备重振无敌舰队吗？咱们一起来看看这艘航母。11月24号，葡萄牙海军与荷兰达门造船集团签订了建造多功能海军平台的合同。葡萄牙方面宣称， PNM 是一款能够执行监测环境气候变化、科考与海洋研究、人道主义行动、预防监测海洋污染与事故等一系列任务的新概念多用途水面舰艇。这船是搞科研的，可是 PNM 的渲染图上赫然有着 NH90 直升机和 MQ9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身影啊！谁家科考船还自带战斗属性？科学家上船前还要当个几年兵吗？可是葡萄牙海军表示， PNM 所属无人机都是无武装型，而且航母自身没有武装，也不具备军事用途。这段迷惑发言更是让大兵看懵了，葡萄牙到底想造什么？民用版的2栖攻击舰，还是经济适用型无人机航母？带着这些疑问呢，大兵查了一些网站，可是由于新计划
几乎找不到相关资料。还好葡萄牙发布了一个宣传视频，为我们解释了不少疑惑。这艘船呢，名为诺昂20号，整艘舰长107.6米，舰首设置有滑跃跳板，拥有全通式的飞行甲板，甲板正下方没有机库，反倒是一个放置无人艇的仓库，也可以是救生艇。大兵看到这里就想到这就是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了。舰岛后部可以容纳一架直升机，也就是说，这艘航母理论上只能容纳一架直升机。舰尾后部呢为左右贯通的大型多功能舱，可以根据需要安装模块化系统，比如集装箱式医疗设施、压力舱等。舰岛后方设置有一具大型吊臂，能为吊装货物使用。编制舰员为48人，另外可以容纳42名科学家或者是无人系统操作员。当然，为了救人，船上还预留了100人的临时登舰所需的船位。该舰造价共1.3亿欧元，葡萄牙海军出资9450万欧元，葡萄牙国家财政出资3750万欧元。预计交付时间呢，也是2026年下半年。若昂20号呢，能够执行环境和气象监测、海洋学研究以及人道主义救援活动，同时还具备大洋探测能力，可以探测海洋风险，绘制并且评估海洋矿产资源与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分布能力，可谓是科考一条龙。此外呢，咱们还从结构上知道了若昂20号具备搭载无人机、无人艇、无人潜航器、陆基无人系统等一系列的无人平台的能力。这些系统呢，有助于增强 PNM 的海洋监测和研究能力。但是大兵还是很好奇既然是民用科考团，渲染图上非要画点军事用途的飞机，难道葡萄牙海军也精通了流量密码？他们一再表示，若昂20号没有军事用途，更没有武装。所搭载的无人机也都是无武装型，该舰最多用于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。虽然他们解释了这么多，但是吃瓜群众心里肯定都有自己的标准，究竟如何呢？只能看他以后的表现了。大兵也认为这艘航母呢，只是科考用的话，是不是太过奢侈了？毕竟欧式舰艇向来昂贵，法国的 FDI 护卫舰造价高达7.6亿欧元，卖给阿联酋的护卫舰版追风售价达到3.75亿欧元，就算是出口阿根廷的巡逻舰版追风，售价也超过了9000万欧。即便是军辅船的单价显著是低于战斗舰艇，但是意大利2.3万吨的火山级补给舰造价还是有3.4亿欧元之多。西班牙给英国建造的 FSS 干货补给舰单舰造价也超过了5亿英镑。如果单从若昂20号的造价来看，它确实是不应该有什么武装，声纳和电子对抗系统多半也是没有的。毕竟一套高端的声纳系统就得数千万欧元，不知道葡萄牙海军是真穷还是装穷。另外，若昂20号的长宽比也决定了它的舰载机起降只有直升一种模式，滑跃起飞是不可能的。细心的兄弟们在看结构图时会发现，舰岛侧面的飞行甲板也有直升机的身影。但是大兵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飞行甲板仅允许直升机的临时停放，不可能让你长时间停靠的。至于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 F-35B， 那是想都不要想，这艘航母可顶不住它。F-35Z 那更没戏了，那个飞行甲板是给无人机用的，这种多功能舰载机可用不了。滑跃跳台的存在只能是给 HCMC 这种翼展10米左右且短距起降能力良好的无人机准备的。MQ-1C 和 MQ-9 无人机这种大型无人机呢，显然是没法从 PNM 上起飞的。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，为什么要在渲染图上放武装飞机呢？难道是战略忽悠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至于万吨级的科考船能够搭载大量无人艇的科考船，是不是有些不对劲了？其实还真的没啥不对劲的，毕竟3吨级的无人机飘降和23吨战斗机的可控坠机对甲板的冲击呢是2个概念。允许无人机降落对飞行甲板的强度要求并不高，所以类似的科考船概念还真不少。总的来说，类似的科考船呢还是多点方案，毕竟这些都是未来科技之光嘛。不过对于这种类似航母的科考船，大兵还是比较喜欢的，再加上葡萄牙官方整活，真的是一种另类的开箱体验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